我的老公是个好人，一年365天，有360天都泡在残疾人家里，下到帮残疾人做饭洗碗，上到伺候残疾人怀胎10月。老公白月光怀孕后，她和婆婆把她带回家伺候，一旦我不满，他们就指责我不善良。老婆，妍雅眼睛看不见，又怀孕了，身边没有人是不行的，你刚好也怀孕了，一个人照顾也是照顾，两个人照顾也是照顾，干脆一起照顾了。老公，你脸皮真厚，嘴可真臭，不介意的话，我都帮你撕下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李乐霞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？雅雅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我早就把她认成干妹妹，她只是我的妹妹。你对你的小姑子就这么狠心吗？再说了，她是一个残疾人，我们就应该帮助她。方鹤气得脸色铁青，他原以为我会像从前一样，什么事都依着他，所以要把怀孕的妍雅带回来这件事，压根就没有和我商量，行李拎了直接过来。现如今我不同意，口出恶言，把他的脸狠狠往下踩，在干妹妹面前丢尽颜面。看着方鹤的眼神，我失望透顶。他是一个残疾人，我还是一个孕妇，做人要善良，以后我们会有好报的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简直想笑。好报？什么好报？自从嫁到方家，老公一门心思都在帮助残疾人，婆婆每日在房中吃斋念佛，有的时候还乐善好施，全家的费用都靠着我一个月5000块钱的工资续着。现如今我怀孕了，先前攒的只够维持1年，可能还要跟我爸妈借。我现在的日子过成这样，全是拜他们所赐，他们是我瞎了眼嫁过来的家人，我供养他们已经够不情不愿的了，如今甚至还要用我的钱给老公的白月光养胎，我看着很像冤大头吗？总之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让他搬进来。方鹤既然想照顾，那就自己打工挣钱去照顾。方鹤，你想帮助他可以，但你想用我的钱照顾，绝对不行。你既然想做好人，那就自己打工，用自己挣的钱帮助他，用我一个孕妇的钱算什么男人？我气得浑身发抖。面对方鹤的态度，我打从心底里失望，还想说些什么。我发现婆婆盘着佛珠走出房间，果断闭嘴。婆婆平日为人和善，很是照顾我。结婚那日，方鹤老家有闹洞房的习俗，都被婆婆一一拦下。婆婆说，我虽然是她的儿媳，但却是别人家辛辛苦苦养了20来年的孩子，不能让我在她家受委屈。就因这句话，婚后我对婆婆和老公一些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婆婆第一时间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如实告知，脚不自觉移向婆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婆婆居然同意了。婆婆觉得方鹤说得对，妍雅是一个残疾人，又怀孕了，能帮点就帮点。我惊讶不已，这是帮点的事吗？说难听点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老公又娶了一个。这个女人不会真的是老公养在外面的小三吧？妈，我疑惑不解，看向婆婆，可婆婆却连一个眼神都不给我，还站在门口干什么？我都说进来了，就赶紧进来。婆婆越过我，朝方鹤喊：“哎，好嘞！”方鹤一手提着袋子，一手推着行李箱，路过我时冷笑了一声。婆婆装模作样地点了一下方鹤的额头：“你呀你，一个大男人怎么被一个女人骑在头上？没有一点一家之主的样子，还是妈妈最好。阿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和方大哥能收留我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严雅生的本就清秀，轻声细语地说着好听话，哄得婆婆方鹤眉眼含笑。婆婆亲密地拖着严雅的手：“严雅，你慢点，我方家又不是那些个没心肝的人，你就安心在这住下，有什么记得跟阿姨说。”严雅颤着身子，感动哭了：“谢谢阿姨，谢谢方大哥，遇到你们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他们像是和谐的一家三口，我站在一边像个外人，我不同意。”我的声音打破这片和谐，三人脸色一变。婆婆苦口婆心对我说：“儿媳妇同为女人，严雅的身世又这么惨，不过就是在家里住1年，你就行行好，让她住下吧。再不济，我给你跪下，求求你。”我眼疾手快，扶起膝盖快要着地的婆婆：“婆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她身世惨，她和我同为女人，又是一个怀孕的残疾人，我又没说不肯帮她呀。我说了，让方鹤打工，去外面照顾她，这是我做出最大的让步。花女人的钱照顾白月光算什么呀？自己去赚啊！”我态度坚决，任凭他们好赖话讲一通，坚决不同意。方鹤气急败坏，走上前，大声指责我：“李乐霞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明知道严雅是残疾人，加上她还怀孕了，你也是一个孕妇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呢？还敢让我妈下跪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”我被气笑了。我没有同情心，你有同情心，花着老婆的钱，养着别人，跟你结婚1年，这1年里你打过1次工，全家费用都靠着我1个月5000块钱的工资续着。方鹤，你就不能同情一下我？我也真是看错你了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，气氛冰到极点的时候，婆婆艰难地做出退步，不同意在这里住，饭至少是要吃的吧？何况严雅还是一个孕妇。见我没吭声，急眼的婆婆从犄角旮旯里翻出皱巴巴的10块钱，直接甩给我：“钱，你就知道钱？你真是财迷心窍，不懂得帮助他人，更不懂得尊重老公。这10块钱就当是严雅的饭钱。”丢下最后一句话，婆婆带着2人来到餐桌。几人原本阴沉的心情，在看见餐桌上的大鱼大肉后一扫而空。看着大快朵颐的几人，我强压怒火：吃饭最重要，可别饿了自己。我已经对这2个圣母失望至极，我当不了圣母，和他们也不是一路人。既然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也没必要做一家人了。吃完这顿饭，送走严雅，我也该送这对母子上路。既然男人没用，留他干嘛？我刚准备坐下，严雅拿起碗打算舀汤。婆婆见状，指挥我给严雅舀汤。李乐霞，你不知道严雅看不见，还不赶紧帮她舀碗汤？同样都是女人，也不知道互帮互助。汤是在我面前，但关我什么事？我直接给自己盛汤喝。严雅直接来抢，啪的一下，严雅一不小心打翻了碗，汤水又刚好洒在我的手上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看不见，真的对不起，都怪我。突然间的变故吓我一跳，我看向严雅，发现她的嘴角轻勾，旁侧还立着一个手机，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女人。我原以为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，恐怕没那么简单，笨手笨脚的，这点事都不会，还不赶紧再舀一碗？耳边传来婆婆的指责，我笑了笑，舀了一碗递给严雅。瞥见她又想故技重施，我先一步抓起碗，往她脸上泼过去。泼过去的一刻，严雅下意识躲了一下。李乐霞，你有病啊！突如其来的话对得方鹤愣神，紧接着他反应过来，严雅只不过是手滑而已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何必那么斤斤计较？你也知道他是故意的呀。听见严雅一直喊痛，
我干脆将一盆汤泼过去。站在严雅身旁的两人也被溅到一点，喊什么喊？用不用送你去医院？快点的吧，免得到了医院太晚，医生找不着伤了。这汤我捏准方鹤回来的时间端上桌，又因刚才的耽搁，汤早就变温。听到这句话，严雅也不喊痛了，她强忍泪水，一边抽泣一边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吃了。不吃了，我走，我走。”婆婆拉住严雅的手：“你走什么走？饭钱都付了，哪有钱付了饿肚子的？”我及时开口：“10块钱的饭钱吃的确实差不多了。今天方鹤回来前告诉我有一个大大的惊喜，我一时兴起下了点本。单单严雅吃的那几个大虾都不止10块钱。李乐霞，你怎么这么抠搜？方鹤。”说话前能不能不要把自己的缺点甩给别人，会气得很。是我没你大度，赶紧出去打工赚钱，养17、8个我都没意见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没有这个能耐，连自己的老婆都养不起的男人，还想养其他女人？你以为你是猪八戒啊？原身是天蓬元帅，吃相也太难看了。记得导点洁厕灵洗洗嘴，我决定彻底撕破脸皮，属性大爆发。也不知道方鹤是不是被我骂狠了，趴在地上一直哇哇吐个不停，担心出人命，无奈之下只能被迫送他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由于刚才车停在门口，送几人进医院挂号后往回赶。我故意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，比如好心扶老奶奶过2次马路，喂喂胖成猪的猫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走进医院，找到方鹤几人，刚好碰见医生说身体没问题，但架不住婆婆一再纠缠。医生问了严雅是不是怀孕了，见严雅点头，医生意有所指，欣慰道：“可能是夫妻感情太好，条件反射。”闻言，老公和干妹妹两人不自觉靠拢，小拇指不自觉勾了起来。我踹开门，正宫驾到，都让让，都让让。我友好的来到医生面前，问医生：“我这个法律上的丈夫身体状况如何？”医生抽了抽嘴角，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尖：“你才是他老婆呀，他身体没问题，挺好的。”几人见我毫无防备地闯进来，如临大敌。婆婆和方鹤就像护鸡仔似的挡在严雅面前。我眼神微眯，内心早已风平浪静。男人而已，又不是没有，但是作为正主，问一句还是要的，不然显得我好憋屈。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老公你的，老公2字我刻意加重。既然有家室的方鹤不要脸搞大了别人的肚子，那还怕被人嘀咕？话音一落，婆婆上前掐住我的胳膊，怒斥：“是又怎么样？你就是一个不会下公鸡蛋的母鸡。幸好我有去问算命先生你能不能生儿子，先生居然说你命中没有儿子，你这是要让我方家断后啊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”说完，婆婆极其痛心地捂着自己的心脏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我不由得瞪大双眼，好离谱的出轨理由！只能生女儿又怎么了？生什么就是什么，是我的我就要，不是我的我要不起。看着婆婆痛苦的呻吟，我不禁感叹：好优越的演技！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婆婆演技在线？不对，她的演技一直在线，才能借着我的手爬出大山。我礼貌性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严雅命中带有儿子喽？”听到这，婆婆立刻回怼：“那是，还不止一个，有4个呢。”4只手指高高竖起。婆婆见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她的眼珠一转，拉着我来到医院走廊。乐霞，妈知道你作为女人很不容易，妈也理解，但是你不能让我家断后啊！我家就方鹤一个男丁，
要是断了后，死了谁烧香办后事？女儿终究是泼出去的水，她嫁了人就是别家的人，她顾自己家都顾不上，哪还能顾娘家人？你见你家方鹤给祖宗烧过香，不还是我和婆婆烧的？说句难听的，婆婆100年后，方鹤都不知道会不会来看一眼。婆婆一口一个女儿是泼出去的水，一口一个理解我。她但凡真的能理解我，就该让她的儿子挣钱一同养家，而不是吃女人的、喝女人的，还要骂女人。婆婆，方鹤不是有我们吗？我们帮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事没占到，累活倒是一大堆。我冷笑，抬手挡在我和婆婆之间。我和我的小侄子关系特别好，就算我没有孩子，100年后他一定会给我烧香，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婆婆自知理亏，软下声线。你看看你，我就说了几句急话，至于这样吗？儿媳妇，妈是过来人，孩子多1个2个的，挺好的。只要你从小养到大，孩子不会跟你生疏的。我恍然大悟，前面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是在铺垫妍雅肚子里的孩子。婆婆和方鹤想要我养妍雅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是没了我这个提款机，他的儿子就要辛辛苦苦出去打工。我故作为难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婆婆，手搭在自己的肚子上。可是我的钱只够养1个。婆婆见我有所松动，急哄哄道：“打掉呀！你肚子里是女娃，她肚子里是男娃，孰轻孰重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话落，我沉下脸，婆婆居然让我打掉自己的孩子，养小三的孩子。既然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深吸一口气道：“好，我养。”婆婆见我答应，诧异一瞬，再三询问，见我点头，她乐开了花。哎呦，儿媳妇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，不过我儿子这事干得确实不好看，你多担待。你看看古代的皇后，后宫佳丽3000，心胸如此宽广。我明白你也不是那狭隘之人。刚才的对话都被跟过来的方鹤、妍雅2人听见。方鹤听见自己能和古代一般3妻4妾，笑开了眼，而妍雅脸色稍显难看。路上，我让方鹤联系亲朋好友，认识的全都喊来聚一聚，顺便告诉他们，我们决定资助妍雅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定后天吧。为什么？你傻呀？这你还不懂？没等我开口，婆婆自说自话。儿媳妇肯定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儿子这么热心帮助残疾人，名声一打开，儿子你要火了。我连连点头，没错，我确实要让他儿子火，我还要现场直播，让网友们开开眼。妍雅迟疑开口，这不太好吧？毕竟这事上不来台面。我透过镜子看向妍雅，她也知道这不太好。得知方鹤有家室的时候，怎么不跑快点？利益至上。妍雅刚想阻拦，便被婆婆骂得狗血淋头。你懂什么？我儿子知名度一打开，想挣钱分分钟的事，你就安心养胎吧。捧得越高，摔得也越狠。晚上，我看向空荡荡的床单，嘴角上扬。我巴不得方鹤这2天一直找妍雅。前阵子我的卧室一直丢钱，还有金项链。为了查看是不是家里进了小偷，我背着婆婆和方鹤安装了监控。等到聚会当天，证据确凿，到时离婚，我不仅不用和他分1半财产，还要让他给孩子抚养费。我的爱情死了，生活还得继续，既丢脸又丢钱。方鹤不得吐血。聚会当天，我故意找借口有事，让方鹤几人自己打车去。等几人走后，我停掉卡里的钱，开启静音模式，随后慢悠悠开车前往聚会地点。10分钟后，手机连连震动，我不予理会，
继续20码的车速开着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到达目的地。一下车就发现方鹤顶着猪肝色的脸庞，朝众人解释：刚才没钱，是因为家里的钱都在我老婆身上。刚才不知道怎么了，卡里的钱突然不能用了，打他电话也不接。陈冠鹤，刚才谢谢你了，等他一来，我立刻把钱还你。陈冠鹤，他是方鹤最要好的朋友之一，平时看见我一口一个嫂子的喊，表面看着衣冠楚楚，实际上背地里却撺掇方鹤偷我的金项链拿去卖。嗨，说的什么话？不就100来块钱？陈冠鹤耸了耸肩，话锋一转，不过那个女人怎么突然把你的卡给停了？是不是故意的呀？闻言，方鹤顿了一下，装出苦笑的样子。不可能吧，她是我老婆。婆婆也摆出一脸委屈的神色。好吗？矛头直接转向我。我原来是想断了方鹤的钱，让3人在众人面前丢脸。这几日严雅过惯了，出门由我这个冤大头付钱，钱都放在家里，不舍得拿出来了。婆婆更不用说，压根就没钱。我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走过去，不怀好意的眼神纷纷扫了过来，一道指责的声音踢了过来。来人是方鹤的大伯，让一个小女人管钱，像什么样？我自己挣的钱，我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管？够了！我话刚开口，就被方鹤一声怒吼压住。他对方大伯说：大伯，乐霞是我的老婆，她管钱是应该的，有点脾气也很正常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生气了哈。快，都先进去，点心茶水什么的都准备好了。方鹤笑脸迎人，等到众人都进去包厢后，他沉着脸与我对视。李乐霞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你今天让我出丑，我不计较，你气也该消了吧？我扯出一抹笑容，消了，走吧。还要告诉他们资助严雅的事儿呢。你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方鹤迟疑了，他不敢赌，也不想赌，他情愿每个月5000块钱生活一大家子，能过就好。反正他在众人的心里是大善人，有这么一点就足够了。要是他苦心经营多年，放下身子给残疾人洗衣做饭洗碗，好不容易获得大善人的称号，毁于一旦，他会崩溃的。这些年跟狗一样卑微的日子算什么？为了让方鹤彻底信任我，就是一个想要依靠老公的女人。我主动搭上他的胳膊，老公，你名声好了，我也不赖呀。相反，你的名声要是差了，我怎么可能逃脱得掉？我也会变差，不是吗？听到这，方鹤安心了，我也安心了。丢脸怕什么？我怕的是摆脱不了方鹤，怕的是方鹤丢不了脸。我直接大声将方鹤一家决定资助严雅，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一事告知众人后，在场一片哗然，少数人隐晦地看了我一眼，当然，更多的人被这件事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卧槽，方鹤，你认真的吗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陈冠鹤急得直跳脚。倘若方鹤花时间、精力、金钱在严雅身上，那就不能和他一起吃喝玩乐了。现在花的还是找他借的钱，他也知道方鹤没钱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呀。方鹤目光坦荡，没错，严雅即是残疾人，又身怀6甲。我和我妈商量过后，决定帮助她。好，话落，掌声连绵不断地响起来。方鹤被人群围在中间，脸颊浮现红晕。一个女人拿着手机，摄像头对准方鹤：“宝宝们快看，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善人方鹤。他抛下一切，一心一意只想照顾好残疾人，他的心真的太善了。”我抬眼瞥向直播间屏幕 ，NB 卧槽，好人等字眼一一弹出。只不过
有的人发出了疑问，他的家人不用管了。疑问寥寥无几，很快便被压下去。婆婆激动到落泪，我儿子真的心太好了。方大伯拍手叫好，不错，不愧是我方家的好男儿，有责任有担当。吃，方鹤算有责任有担当，路边的公狗可比他有担当多了。你一个女人，你懂什么？方大伯鄙夷的神情斜睨了过来，他一副天下男人都比女人高一等的模样，把我给逗笑了。我一个女人，懂得挣钱养家，体谅老公，体谅婆婆，不像某些人翘起二郎腿，等着人家把饭喂嘴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方鹤的大伯和方鹤真有的一比，难怪两人能走得这么近，原来是一丘之貉。某句话好似戳到了方大伯的痛处，他急得直跳脚。你老公方鹤这么好的一个男人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女人？两人的对话不免吸引在场的人，方鹤和婆婆也只是在一旁看着，没开口。我嗤笑一声，他这么好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刚好垃圾和垃圾桶，绝配。你，方大伯憋得脸色通红，他转头抓住方鹤。方鹤，像她这种女人，方家可担待不起。方大伯的意思是要方鹤和我离婚。行啊，离婚就离婚。我耸了耸肩，一脸无所谓。方鹤怎么可能把到手的摇钱树亲手砍断？正当他想着怎么把这件事圆过去的时候，陈冠鹤适时开口：方哥，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，别让一颗穷光蛋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言下之意就是他方鹤现在名气大涨，不用靠我一个月那微不足道的工资了，及时踹开我，还不用跟我分以后那万贯财产。方鹤动摇了，确实，如果现在能立刻把我踹开，他就能娶到比我嘴甜、比我懂事，还怀着一个男孩的妍雅。我瞅准时机，脸色有一瞬间的惨白，这一瞬的惨白刚好被方鹤看见，他立刻上前，走在方大伯前面。李乐霞，方大伯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能骂他呢？还将我和大伯比作垃圾桶和垃圾。你平常怎么对我和我妈？我们都忍了，现如今公共场合，你都这么放肆了吗？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既然你这么想离婚，现在就去把离婚证给办了，刚好在场的众人可以作证。我确实很想和方鹤离婚，但绝不会是和平离婚。我要起诉离婚，把房子、孩子不多的财产全都拿过来。我不会让方鹤拿到一分钱。方鹤，你忘记我肚子怀了你的孩子吗？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想要了吗？婆婆见我诋毁方鹤，嗷了一声冲过来：儿媳妇，算妈求你了，不要再用孩子逼我儿子了。妍雅跟着婆婆过来：姐姐，方大哥是个好人，你放过他吧。两女潸然泪下，引得众人气焰拔高。见状，我摆出一副破碎的模样，红着眼眶看向方鹤：要不是你出轨，我会和你离婚，我会让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，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不就是哭惨吗？谁不会呀？话毕，场面一片宁静。婆婆迅速反应过来，她瞪着眼，大声朝我吼：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说话是要有证据的。好啊，要证据是吧？我看向一旁等候泼酒的服务员，点头示意。没一会儿，荧幕上播放着我家客厅的视频。方鹤察觉不对，刚想阻拦，却已为时已晚。夜色中，有家室的方鹤却钻进妍雅的房间。看到这，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推开房门，望着对门，有些许失神。演戏而已，谁不会？这些都是假的。李乐霞，你为了陷害我，居然拿 AR 过的视频当成你所谓的证据。方鹤气得整个身子都在颤抖，他痛心疾首地痛骂我：
好似我才是那个薄情寡义之人。在场的人大多数都和方鹤结识，自然轻而易举地被方鹤的话洗脑。他们纷纷开始指责我。陈冠鹤调侃道：“嫂子，人要有自信，你那么担心方哥出轨，恨不得让方哥坐实他出轨这件事，难不成你已经……”方大伯听完，在一旁冷笑：“哼，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这是想把脏水全泼我身上了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”我面向方大伯，学着他那吊儿郎当的模样，开始避避：“你一个吃着女人饭，让女人味道大的人，还好意思污蔑我？小心你女人不要你，我看你跑哪哭去！懦夫！还有你！”我指向陈冠鹤：“你联合方鹤偷我的金项链这事，后续去跟警察说吧，别以为我没有证据，监控可是录得清清楚楚。最后还有你，不承认是吧？没关系，从家里再到商场饭店的监控视频我都有，看得你够够的。别忘了，严雅肚子里可是你的亲骨肉， DNA 是能检测出来的，除非不是你的，那可就太不好意思了呢，直接人财两空。”我捂嘴偷笑，指挥服务员把视频继续播放，等着收到律师函吧。场面一时间有些混乱，直播的在不停描述刚才的场景。方大伯等人正在狗急跳墙，为了不让这些东西冲撞到我，我转身准备离开，却被方鹤抓住。“乐霞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万贯家财的梦破碎，方鹤不得不紧紧抓住我这最后的一根稻草。“你不要忘了，我是孩子的爹，是他的父亲。你认为你能轻松摆脱我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。你也不想肚子的孩子被别人骂野种吧？”他居然骂我的孩子是野种，我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，一巴掌呼过去，却被方鹤抬手挡住。他反手抓住我：“走，我们回家，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。”方鹤的手就像一条蟒蛇，死死缠绕着我，令我感到窒息。“放开我的女儿！”我爸像头牛似的将方鹤撞开，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方鹤瞧见来人，顿时流露出恐惧的眼神：“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我妈恨铁不成钢，想用手拍我，却舍不得。“你呀你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和家里说？要不是我和你爸在直播上看见，你还想瞒我们到什么时候？”看见我妈通红的眼眶，我心酸道：“这不是怕被你们瞧不起吗？”当时和方鹤在一起，我爸妈坚决不同意，他们一致认为方鹤软弱无能，保护不了我。受爸妈暴躁强势性格的影响，导致我对那种柔柔弱弱的书生颇有好感，自然而然对方鹤心生向往。婆婆眼见自己的宝贝儿子坐在地上，急眼了：“亲家公，你干嘛推我儿子？他可是你外孙的亲生父亲。”我爸一脸无所谓：“我外孙的亲生父亲又怎么了？有就有，没有我们照样能照顾好，还想拿我女儿的孩子来威胁我们，母猪都可能上树。”我妈威风凛凛，撂下这句话后带我离开。“宝贝，你之后打算怎么做？”我妈眼神忐忑，她担心我吃回头草。我爸也一直通过后视镜观察我。我悠闲地伸了个懒腰：“当然是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方鹤既然出轨，那就让他拿不到1分钱。我要起诉离婚，孩子归我。离婚后，他还要付孩子的抚养费。好马不吃回头草。”我爸妈听完重重松了一口气。我爸扬声大笑：“不愧是我女儿，有仇必报。好好好。”近段时间神经一直紧绷，回到家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。我直接睡到第2天中午，睡醒发现手机被轰炸了，
滑动屏幕都有点困难。正当我打算放弃时，同事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他小心翼翼询问：“乐霞，你没事吧？”“啊，我没事。”“怎么了？”我一头雾水。昨晚我就和同事说了方鹤的事情，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又一次关心我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昨天的直播火了，网友都在痛骂方鹤严雅几人，这不挺好的？好什么呀？你前夫在小三的账号上颠倒黑白，很多网友不分青红皂白在辱骂你。挂断电话，我在抖音搜索一个叫小雅看不见的账号，点开她的主页后，方鹤和婆婆两张脸映入眼帘。视频开始，是我将汤泼向严雅的画面，紧接着严雅开始向网友解释，说是解释，其实就是把这盆脏水往我身上泼。她先是向网友道歉，说她不应该爱上一个不该爱的男人。话一落下，旁侧的方鹤鞠了个躬，表示这件事确实是他这个男人做错了，他不该有家庭，还和严雅在一起。我下意识点开评论，果不其然，里面有网友说：“有点好磕，是怎么回事？”严雅回复网友：“没有，大家不要乱磕，被他看见会生气的。”网友：“好磕，爱磕，有病。”有了直播的热度，这个视频的点赞量破10万，底下的评论褒贬不一，有骂我虐待残疾人，占着人家看不见使劲欺负，也有少数人心里跟明镜似的替我说话。但因为严雅先前有不少粉丝，替我说话的人都被粉丝痛骂一顿。这个视频一播出，两人直接换了个身份。方鹤虽有家庭，但隐忍克制，可最终受不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。严雅就像只缺乏安全感的兔子，只想找到一座靠得住的大山。这种拉扯让网友疯狂磕上，我也被换了个身份，一个傲慢无理自负、没有同情心的泼妇。视频话里话外都在戳我对残疾人没有同情心，说我对方鹤去照顾残疾人也是厌烦得很。严雅披上残疾人的外衣，自然而然的，大部分人都站在她身后，加上婆婆还开了个账号，每个视频都把我描述成一个心狠手辣、自私自利的女人。老太太面容憔悴，头发花白，她告诉网友，我每晚都让她帮我洗内裤，她的手都被泡得发白，还说我吃鲍鱼龙虾，只让她吃白粥。网友见状，气得在评论底下批判我，就这样的女人，难怪她老公会去找其他人，就因为一个女人自私傲慢无理，老公就可以背叛她去找别的女人。我被这群没脑子不知道思考的网友气得胸腔剧烈起伏，整件事好像从方鹤偷人、严雅当小三，演变成我虐待残疾人、瞧不起夫家，甚至虐待婆婆。刚好严雅又发了一个视频，我一时急眼，迅速在底下评论：小三就是小三，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两人相爱，睡别人老公就这么爽是吧？话糙理不糙，凭什么是他们先做错事，要我承担？是孩子哭了有妈妈哄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这群网友粉丝是不是他们的妈，闯祸了还包给他们擦屁股。不出意外，我很快被网友攻陷，私信爆了起来，有骂我没有同情心，诅咒我下地狱的，有扒出我名字的，还说要有纸扎人，扎死我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还有甚至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偷来的，笃定我老公不会碰我这种女人，因为他看着就嫌恶心。我将私信一一截屏下来，还保存了严雅发的视频，乃至整个评论区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把这些都发给律师小舅，并且告诉他，我不只要起诉方鹤几人，还有这群键盘侠。小舅，剩下的就摆脱你了。
小舅拍胸脯保证：“放心，我绝对让这群不分青红皂白、污蔑你的人付出代价。你现在还有身孕，要好好养胎，都交给小舅。谢谢小舅。当你遇到恶言恶语时，可以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了方鹤带严雅上门那天的监控视频，并配文：“清者自清。”视频中，方鹤几人真实丑陋的模样显现出来，严雅对我的无视，婆婆的咄咄逼人，方鹤的无耻。严雅录视频的时候，想拿我泼她的视频来获取网友的同情心，她恐怕没想到这个监控在我的金项链几次三番失踪后安到现在，要不然我还真是百口莫辩。陆续有好几个电话打了进来，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方鹤几人，我不予理会。正打算关掉手机时，一条私信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一位眼尖的网友告诉我，严雅的眼瞎可能是装的。他说自己照顾过盲人，在我泼汤到严雅身上的时候，他不应该有反应。我眼神一动，朝这位好心的网友道谢后，发现严雅又发了一个视频。严雅眼眶湿润，向屏幕鞠了个躬，还说她不应该颠倒黑白，求我原谅她。楚楚可怜的模样看得人好不心疼。姐姐，看在我怀孕看不见的份上，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的日子已经够难过的了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下来了。最后严雅哭得几近晕厥，我挑了下眉，能屈能伸，可惜用错了地，选错了人。我在评论区留言不好，某些勇士跳出来指责我，他们都说我小肚鸡肠，不懂得宽容，还说严雅是个残疾人，要多多包容她。我是盆子扣不在你们身上不得劲是吧？一天天的这么喜欢被人当枪使，他是给我钱了还是给你们钱了？他是养我了还是养你们了？凭什么他是残疾人我就要包容他？他是残疾人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造成的，4个字，关我屁事！拒绝内耗，从我做起，大家都是人，都是平等的。我一开始也没和严雅撕，我甚至还大度地表示，让我的老公去挣钱，养其他女人，他们破防，关我毛事。有的人被我这些话点醒，局势瞬间向一旁倒塌，我的手机也被轰炸得更厉害了。方鹤几人眼见我不接电话，选择发短信：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一直爱的都是你。网友都要把我骂死了，你删掉那条视频好不好？我们重归于好，我以后会去找工作养你好不好？我们见面聊吧。带上严雅一起，我把手机放在花盆里，确认摄像头对准后，朝摄像头打了一个招呼。直播间的人如潮水般流了进来，弹幕疯狂弹出，有骂我的，有看热闹的，有和骂我的撕逼的，这些我都看不见。我招手让服务员拿来一杯冷水，冷水送到，方鹤几人也来到我面前。老婆，这么些天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方鹤撇开严雅搂着的手，来到我旁边坐下。严雅怨恨的眼神死死盯着我，我回看过去，她愣了一下。我盯着她那双漂亮的眼睛说：你的眼睛看得见。笃定的语气令严雅有一瞬慌乱，她的眼神紧接着又恢复成木讷的神情。姐姐想多了，我要是看得见就好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瞥了花盆一眼，收回视线后，趁几人不注意，抄起杯子泼向严雅。她啊的一声尖叫着躲开，目的达成。我不做停留，从花盆里拿出手机，果断离开。方鹤还想继续挽留我。李乐霞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。我拍开他的猪蹄，有你这样的父亲，
那还是没了更舒心。有了先前的热度，我的直播间接近100万人观看，明眼人都能看见，严雅的眼瞎是装的。直播间的谩骂声一片，我看见有的人还资助严雅好几万，有的几十几千几百，这笔数目凑一起可不少。方鹤几人有的忙了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我见过婆婆一次，她灰头土脸，求我救救她。我从她口中得知，公公从山里进城，要抓婆婆回去。婆婆一直想让我爸妈再次将公公吼走。先前婆婆经常被公公打骂，我看不过，招呼我爸妈和一众亲戚恐吓公公，将婆婆带来跟我们一起住。阿姨，我尊重你，呵护你的前提是你也要如此，否则我还真是爱莫能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